结果这座长桥右侧前面这个车站就是碧江站，我们来看一看啊，正面碧江两个字，这个石头做的牌坊应该是当地最大的一个牌坊。我正对着呢就是碧江金炉，还是启功题的词。嗨，大家好，今天上午我在出来骑行，主要呢是在想试一试我昨天更新了这个360相机的后台固件就刷了更高版本的固件以后，看它这个是不是又可以正常运用了。前几天呢，我这个相机在外面骑行了一圈回来以后，突然它就频繁死机，你一定要摁住那个电源开关，大概5-6秒以上它才可以关机。反复折腾了一下，觉得是不是哪里坏了？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呢，有人说有可能是你需要升级这个固件就到360的网站呢，它是可以给你下载最新版本的固件的。那我就依葫芦画瓢做了以后呢，就感觉好像是可以用。现在呢，我已经骑出了曲阜新村祈福大道的大门了然后准备从这边往中运路方向去骑一段。今天天气是不错的但是呢风刮得很大，昨天晚上也是一阵大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祈福新村就在这边要搞一个体育公园一直在施工，好像挖掉了不少土，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的感觉。现在呢，我在中运路上骑行。现在在中平路上呢，已经来到了平山村了。平山村已经开放里面，骑到这个村庄的小街道里面来种菜这条路已经好久没走了。
村里的景象还是老样子，但好像少了一些人流。这一条呢是这座村的一条商业的主街，所以每条村呢都是有它自己的商业街道。这条路的两边呢，永远都是摆满着这种低端的用品的小摊啊，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水果啊、蔬菜啊这种生活用品的店。这种地摊货呢，基本上来讲啊，就是图一个便宜，你不知道它从哪里做的。一般应该都是那种小作坊里头做出来的，所以它也没有品牌，更没有什么保证。买到还算可以使用的呢，你也比较谢谢那种制作这些产品的商家的良心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呢，其实是没有保障的。你看啊，这个摆得满满的这种卖菜的摊档啊，就感觉中国人还是有退路的。因为现代生活如果没有办法持续的话，它就可以回到农耕社会去。所以这种1000年以上的传统啊，老百姓还是可以想办法自给自足，虽然日子过得比较粗糙一些。七转八转的又转到了平山冲边上的这条河边的道路上面了。现在我又来到了这座水闸上了。下了水闸这座桥呢，这边就是都浪村了。
这边的村庄呢，基本上都是依水而建啊，就是都有这种河冲的边上。可能以前因为运输方便吧，但现在呢，都散落在这些河网纵横的地方。但是它都不是走的直线啊，是随着这些河冲拐弯而拐弯的。这个附近呢，就是平山立交啊。这个下面的原本都是荒地，现在看来也在进行一些改造。可能要不了多久呢，这边都会把土地平整了，变成马路什么之类的。这里已经非常靠近顺德了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乡村呢就叫年局之乡。什么意思呢？就是都是过年的时候啊，大家都会每家每户搞年局，它就专门生产这种年局的地方。这边居然还有很多工厂啊！前几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国家明令禁止那些村庄的画地为牢，给自己设一些门禁收钱啊。但是我相信在利益面前，没人愿意去理睬他吧。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丹桂牌坊的对面。这边呢就已经差不多来到了顺德地带了，前面有顺德欢迎你。好，现在呢我就向着前面的大桥骑上去啊。过了前面这个路口呢，就已经到了顺德地界啊。马路的左侧里面呢，就是顺德碧桂园了。骑过这座长桥，右侧前面这个车站就是碧江站，就是广州南站到珠海去的一条铁道。这个
个车站呢就在我的头顶上，但好像利用率并不很高。这条马路一直向前去呢，就可以去到中川的顺治猪盘了。但是我呢，打算在这边拐弯了。现在呢，我就左转入这条碧江村路的马路啊，正是正东市站站。今天呢，别的还是不去的啊，就把这里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目的地。在这条古村里面随意的转转，看到牌子上有写这条大道叫碧江大道，那就是碧江村里的一条重要的马路了。我不知道碧江这个村啊，到底建于何年？按一般而言呢，应该都是在南宋的时候建的。这里呢是承德路，保留的一些古建筑啊。我们拐弯随意的转转吧。右侧有一个碧江幼儿中心，就是幼儿园了啊。又转到了另一条有些商业味道的小街。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去看一看，这是一个池塘还是什么地方？这条是民生大街，原来是碧江的居委会啊。碧江诗书画学会，赵公祠，姓赵的人家的祠堂。今天不用去远啊，所以就没有必要那么的赶路。我们就在这个乡村里面啊，随意的走走，看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你看啊，几乎每一条街呢都会有一些门禁，有些拦的，你外面来的车，停久了都是要交钱的。从民生大街出来，貌似这边有一条更大的街道。我知道了，这里应该就是外面有一个大牌坊的一条主街了。好，我们先到牌坊去打卡吧。前面的这个就是碧江村的牌坊啊，这个牌坊很大，这是它的反面写的国泰佳宁。我们再到它的正面去看一看。
们来看一看啊，正面“必江”两个字，这个石头做的牌坊应该是当地最大的一个牌坊，非常气派。当然，这个应该是跟碧桂园的老家有关啊。这个碧桂园是从这里发家的，乡里乡亲的肯定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右侧呢，这边你看啊，就是村里或者说村口的一个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啊，媲美很多北方城市的县城的商业中心，叫什么德云缤纷广场。这些地方呢，经常来，也就是开车通过一下。今天有时间，我们就骑着车慢慢的溜达一下。这里也是一条商业街，叫昆州中路。这条街道呢，我应该是没有走过的。你看看啊，这个右侧，包括马路对面，全部都是变成了停车场。这一路过去呢，就可以看到那边应该就是碧桂园的总部了吧。后来啊，一直往前去呢，那些高楼地方是碧桂园的总部了，然后就没有必要去那么远了吧。这边进去呢，有一个新村啊，叫昆州判府新村。应该这是一个农民的村庄吧。这里农民的房子，你看建得密不透风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啊，就是顺德叫碧江的一个，应该算一个乡还是一个村啊，还是一个镇啊？就这边的农村的景色，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农田啊，全部都是起的农民的这种房子，3、4层这个模样啊。
左前方呢就是著名的碧江金楼了，就是苏家的祠堂还有花园。这条路叫泰宁西路。我们上了这个。这个苏家的大花园啊，就是在泰宁西路和碧江大道的交汇处。我正对着呢就是碧江金楼，还是启功题的词。老弟此名多古仔，小楼金狮覆金雕。中国传统村落碧江村，广东省旅游特色村。这也是顺德新市镇之一的古仔金辉碧江金楼。来过很多次了，今天我就到里面去了，就在这边走走。这边的苏氏家族的一个亭，就有点像游戏的机场园一样的。简单来看一看这个介绍吧。原名这个金楼叫富鹤楼，属明清时期的建筑啊，几百年了。这里面除了花园以外，还有祠堂等等吧，就这样的一个民宅，保留的还是很不容易的。